为了要融入这个同志圈呢，去了同志三温暖。导演建议说，你真的去走一次看看，体验应该会不太一样。然后我就被他拐去了。然后他突然大叫说：“啊干，我要去洗脚！”我说：“你干嘛？”哦，他踩到行动非常的奇怪，他就是有点像僵尸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中间就是一群人在那边舞龙舞狮，就是很忙。然后Hello，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跟老师上床，我是你们的沈老师。这是一个同志的频道，每次老师找来宾坐在床上纯聊天。今天的来宾是小培。嗨，小培，你的工作是什么？我是做舞台美术设计的。他是一个直男。那之前呢，他有做过一个电影拍摄的参与，就是《雾中》。那我也访问过导演跟助理导演，我会把那影片留到节目的最后面。《雾中》是讲一个同志三温暖里面发生的一些故事。那小培为了要融入这个同志圈呢，他自己就去了同志三温暖2次体验一下。最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感想。所以你第一个三温暖去哪里？我去了 Aniki， 但是现在他好像已经收掉了。2020年5月的时候去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那时候好像疫情才刚开始，所以是可以去的。我去的时候，他们刚好像有一个大的优惠还是 party 什么的，刚结束，就是非常的空。我去的时候只看到整大堆的毛巾，大家就已经走完了。你去的时候人都走光了。对，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有点晚，大概9点多10点。不会啊，应该人还怎么会 party 就结束了？可能那个时段就是他就是办了一个活动哦，在那个之前有个大趴，然后趴刚好就结束了。对 ，OK， 所以那天去的时候好像还有个全裸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们去的时候，到了那边就是到了一个更衣室，然后在更衣室我跟主杰是那个助理导演，他就陪我去，这样，然后我们在那里就把衣服全部脱光。你跟你的同事一起就是脱光衣服，你不会觉得怪怪的？不会啊。为什么？就像当兵的时候也是大家一起洗澡，一起干嘛的。好，他有的我都有。了解，所以你就全裸了在三温暖里面走来走去。对，有其他客人吗？很少，就2个3个这样子。我知道，因为你其实去做田野调查的嘛，就因为你要帮同志三温暖设计一个场景。对，所以在那天你就主要是看说什么蒸汽室啊、暗房啦。对，那个雾中的场景主要是在蒸汽室里面。然后我本来是想说三温暖的话，它那些设施、烤箱啊、蒸汽室什么，应该都大同小异。但是导演东燕就很建议说，你真的去走一次看看，体验应该会不太一样。然后我就被他拐去了。结果有不一样吗？蛮不一样的啊，觉得气氛真的是哇哦，灯光也不一样吧，文化冲击，对不对？所以事实上他叫你去看是有原因的。对，它不像一般蒸汽室可能就一个门进去，然后就全部都是蒸汽这样。它其实有一些特别的窗口，或是它那个门外面的霓虹灯会一直这样换颜色，然后会透进来，其实还蛮唯美的。对啊，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吗？为什么？灯光美气氛佳就会引人在那边做事情啊，是吧？所以你去那天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玩的跟同志互动的故事？与其说是好玩，我其实有一点吓到。怎么了？因为它有一个区域叫做暗房嘛，然后那个地方就只有走廊上会有那种 LED 灯条，数量也不多，所以你只要稍微拐个弯进到房间里面，然后我们走到一间很大间的暗房的时候，主角就越走越深，我就已经看不到他了。然后他突然大叫说：“啊干，我要去洗脚！”我说：“你干嘛？”哦，他踩到脏东西，然后他就从我旁边这样子经过往门口那边走去，因为那天我们真的没遇到什么人嘛，但是有一个人其实有跟我们擦肩而过，有对到眼，然后我就看到那个人从外面，然后主杰正要走出去。在这之前我就有跟主杰说过说，你如果有什么艳遇，你要开心，你要干嘛，你就去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。然后我以为他们2个人要有什么火花，有什么故事发生的时候，他们2个人就这样，就擦肩而过。他们可能有眼神确认过彼此不是对方的菜还是怎么样，我不知道。然后他们就这样擦肩而过之后，我想说，那这样子我是不是也该跟他出去？没有菜就是你啊。对，然后他就继续前进，而且这位男士他的行动非常的奇怪，他就是有点像僵尸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这样走一步停一步，然后这样左摇右摆。他可能有喝酒还是干嘛的？对，我感觉他是有点懵还是什么，但是他就是很慢很慢，这样有点蠕动的方式，这样慢慢的靠过来。因为我有想过，真的是人生的可能是唯一一次的体验呀，就是搞不好 gay 他走过来，如果蹲下来帮我推的话，我应该要走还是要停下来？当然是停下来啊！你没有听说过 gay 比较会吗？我有听说过啊，所以我想说，没有，可是那个人怪怪的，因为他摇来摇去，对他有点怪怪的，他可能会把你咬掉。我就是想说很暗，然后他又是逆光，有点看不出来他到底在干嘛。但是他慢慢接近之后，我发现他其实是
对他其实手是有先不要打马赛克下，他其实手是有在动作动来动去。对对对对。这太怪了，小培不行。对啊，我就想说，我好像没有准备好要接触到他的体液或者是干嘛的，这样，所以我就慢慢的这样绕了一个圈，这样走出去。但是我走出去之后，一回头看，他就移到那个门一进来的旁边，就地上就有一个那种床垫，他就躺去床垫，然后我就看他一个人这样对着天空继续他的。这边再打马赛克一下，那个就所谓的大通铺啦。然后他这个意思应该是说，他可能认为你没有看清楚他，然后他继续在那边表演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应该会回头去找他。他只是在一个尝试，然后就发现你又走掉，所以就没事了。那既然那天做填调的话，就没有人的话，不是大好机会吗？对啊，我就是看空间啊，然后所以我要说这个秘密吗？你要说那个秘密，你在做填可以说没关系吧？我去了之后发现都没有人，我想说，那不然我试试看能不能拍到一些照片好了，所以我就有把我的手机藏在我的那个小毛巾里面，我想说带着看看，搞不好会有机会可以拍一些空间。有了，小朋友给我看那些照片，他都没有拍到别人啦。就是拍那些空间，因为他就是做舞台设计的嘛，他去观看一下那个环境，就刚好那天刚好没有人，所以说好处也有好处，就是让你可以拍照片；说坏处就是他要想体验同志的经验就没体验到，所以呢，他又去了第二家，去了 SOY13。听说你那天去的时候水泄不通啊？对，去的时候满满都是人，我都以为全台北市的 gay 都在这里了。差不多，爱去三温暖应该都去那了，因为他没去过，他以为就是我们同志三温暖就是全裸的，没有，他刚好又碰到了全裸之夜。因为我第一次去就是全裸的、啊，走进去就是全裸的、啊。他接着去Aniki 也是全裸之夜，然后去了 SOY13也是全裸之夜，对，所以你就让又脱光光在那边跟同志交流。对，脱光光跟同志交流跟一般去异性恋的场所更衣室有什么不同吗？就是文化冲击吧。我那时候知道同志的性是很开放的，然后很狂野这样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么狂野，我以为会先打招呼啊，或者是从一些比较没有那么敏感的地方摸起。比如说摸摸你肩膀啊，摸摸你的头啊。我是这样子啊，但是老师可能比较老派一点，比较那个，不是老的意思，是说比较完了，这要怎么圆呢？绅士，OK 的。他们打招呼都是直接摸鸡鸡，不然就是抓屁股，就是手就直接来了这样子。这是不礼貌的啦，不鼓励，不鼓励。真的吗？可是我遇到都这样都你不要了，等一下，你去那边大客满对不对？对。你被摸了几次？3、4次吧。你看没有兜啊，才被3、4个人摸。后来走路我都有点小心，我都你都前后遮着走，稍微遮着走。你也太保护自己了吧？可是我就还没有准备好被碰到。对，所以你就是这样前后都捂着走，没有这么明显，但是我就是稍微手有点背在后面，然后前面有一个小毛巾嘛，我就这样垂着。我自己去同志三温暖，如果碰到喜欢的对象的话，通常我是会手臂在他就是稍微这样靠一下，那如果对方没兴趣，他就会把你推开嘛。如果对方有兴趣，他就跟着你，这样你就知道说可能可以下一步的发展。不过真的这样摸下去，这样很没礼貌，而且可能会被告，大家小心一点。小培，你去那边是为了物中嘛，专门要在蒸汽室里面做考古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去了SOY13的那个蒸汽室吗？我去了，里面怎么样？很精彩，就是中间就是一群人在那边舞龙舞狮，就是很忙。然后除了应该至少3、4个，然后除了这3、4个主要的人以外，他们旁边还有一些卫星这样绕来绕去，就是这样稍微卡一下油啊，摸一下那边，摸一下那边，然后这样亲一下，舔一下。那你在干嘛？你不去参加卫星行列吗？没有，我跟主杰其实就贴着墙这样子护着。对，护着，我有护着，主杰好像没有，但是他们就是基本上墙边也贴满了一群人，大家都是站着的。所以中间是有人在表演，是不是？就有点像表演，旁边有一些稍微会这样子在亲热的啊，但是我主要是在观察这个中间这个。所以没有人站在你旁边想要跟你亲热吗？有一些是正面这样过来的，然后你会怎么办？我就看向主角，就因为人家以为你是 gay 啦，所以小朋友长得也蛮可爱的，我猜他的身材应该不错，所以应该蛮多人会被你吸引住，所以才会有那几个人去摸他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不是被摸的时候都很暗哦，就是非常微光的环境。那个走廊上你有一点点灯嘛，可是你看得到，可是你要大概到这么近才看得到。可是蒸汽室里面比较亮吧？蒸汽室蛮亮的。对啊，所以蒸汽室还是有人跟你那个吧？有，对不对？小朋友，你在那边看同志这样弄成，因为你从来没看过他们搞在一起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有没有点心动还是什么的？没有，但是我有听说前列腺高潮很爽，所以其实我觉得人生中应该可以尝试看看。好了，他女朋友在那边，他想要那个前列腺高，整个皱起来，真的吗？抱歉，他想要试一下前列腺高潮。
因为我们的性向是流动的嘛，你真的确定你对同志一点兴趣都没有吗？应该说，我看到那些肉体跟那些动作的时候，没有兴起什么欲望，但是真正遭遇的时候会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。小朋友问你一下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去一个更衣室，就是男女共用的，然后就男生女生全部都脱光在那边换衣服，对，你这样看到那样的情形，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我真的可以去这样的地方吗？我应该会蛮高兴的。有这样的地方会蛮高兴的，你会不会就偷有女生长得漂亮，你会偷看人家一下？只能偷看吧，但是我搞不好什么都不敢看，因为我怕万一勃起什么很尴尬、啊。就是你这么年轻哦，什么意思？你说太容易勃起？对，我说万一嘛。现在雾中可能还会在某个电影展继续的演，很多同志相信都看过这个电影。你到现在对整件事情有什么感觉吗？我觉得大家就是一样，就是人，然后有人的欲望，有喜欢，有想追求的，抛开一切去享受的。这很正常。我倒蛮尊敬你，因为我觉得很多设计也许就因为说啊，这个不适合我去，他就不去看，就认为说我就画图什么就好了。你还愿意亲身去经历这些事情，然后了解同志在三温暖的生活状况，我倒觉得蛮佩服你的。说实在，会吗？我觉得如果导演给你这个功课，大部分设计都会去吧？不会吗？可是有的设计会认为说导演可能在整我吧，还是什么？可你真的去做过，而且你真的很认真想去融入一下，我觉得也还不赖。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节目内容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老师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每个礼拜都有直播，我会回答你们所有留言。现在老师要跟小朋友玩个游戏了，吃老师的香蕉。吃老师的香蕉，你在那边有吃别的男生的香蕉吗？可惜还是要吃老师。都是香蕉味，但是我觉得我应该知道，我应该要知道这是什么。对，猜得出吗？香蕉味真的蛮浓的。猜不出来，猜不出来，是桑葚果酱。桑葚啊，对了。好，那试试看这个。他现在聪明了，不吃香蕉了。我的完了，我的东西在台湾都蛮少见的，就是了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，他也吃不出来。希望最后一个他猜对。这看起来就是美乃滋啊。然后试试看，第二个猜不出，第二是那个 apricot， 是杏桃酱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你刚刚猜对了，是美乃滋啊。可是它除了美乃滋有一个，还有它是大蒜跟莱姆的美乃滋。同志朋友们多爱自己一点，不是同志朋友们多爱同志一点，我相信世界会更好。谢谢观赏，拜拜。踩到黏黏的什么？分泌物。对，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机制。就是我们没有什么机制，因为我不懂到底要怎么。我们没有机制，就是不是菜就走了。这个真的不能播吗？不太能。我就比较迟疑了，因为我想说，如果他是要碰我，是要吹的话，可能还行。可是他如果他是射在我身上，才走没多远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刚有人爆眼。”所以你可以自己买玩具回家试。不过我想女朋友帮你弄，就是感觉会不同啊。不然来交换啊，来交。